请问总编辑，在价格恶性竞争下，你将如何面对来自国外劣质进口机油芯15年前，我刚出来做机油芯这个生产制造的时候，我所面对的竞争对手是中国大陆以及韩国。这两个国家所做的机油芯，事实上它还算是有一点点的水准。15年后的现在，目前最大的机油芯输出国就是东南亚的泰国。最近有一个好朋友提供给我一个讯息，他闲闲的没事干，将他在他的那个保养厂所拆下来的原厂机油芯，一颗一颗把它剖开来，拍照给我看，我吓了一跳。原厂机油芯的采购，绝对也是招标。那大家知道，招标价低者得泰国为了要取得订单，廉价把价格压得非常的低，要么偷工，要么减料。15年来，我做生意，我不喜欢去批评我的竞争对手，我只把我自己做好，我提供给车主最好的东西，不断的研发，不断的改良，让我的产品接近完美。我根本不管别人到底是怎么样恶搞，那是他们家的事。可是我现在不得不告诉我的听众朋友，这个问题现在有多严重？来吧，来，光是这个油封就不一样了。你看我的这么粗这么厚，他们的只是薄薄一片，也没什么弹性，这个就很有弹性那单向法的部分，你看我的是这个样子，我的是这个样子，他们的是这个样子。更不用说金属网以及滤纸的了然后最糟糕的地方就在这里，来，你看有上过我课的这一些好朋友就知道，油从单向法，从小洞进经过单向法之后，再经过滤纸，再从大洞出来，所以这个滤纸跟外筒的距离，你要有一点点让它可以流动嘛。你看塞得满满的，我看你油怎么进嘛。如果说是这个样子还有一点点缝隙那是不是油还有能够在这边，它还很方便它进出？但你看塞得满满的这油怎么进啊？是不是？好，那光是这个外筒跟这个外筒，铁皮少了多少？这不是摆明的偷工减料，降低成本？这是什么？然后来看看我们的，你看它的结合方式，这个是这样子折起来，一折，再第二折，所以超过100万颗，我没有一颗是从这里爆开来，但是它的这个这叫牛奶罐的装法嘛，罐头的装法嘛，
所以它绝对有从这里爆开来的风险。啊，你看，跟这个两个去比较嘛。今天制作这个节目啊，照道理讲，我应该是要非常的激动，那不断的 NG 那原厂装在车主的车上，500、800一颗机油芯照样跟车主是收500、800，已经赚真多啊。他赚的还不够，赚的也无够多，还要搁降低自己的成本。他今天如果说去采购这一些廉价的东西是要回馈给车主那我没话说。已经赚真多啊，已经赚很多了，他还想要赚更多，是我今天制作这一集的目的在这里。我就是觉得我非常不认同这样子原厂这样子做生意方式。如果说你们还继续相信原厂的那些鬼话，那没关系嘛，你去用那些劣质的东西嘛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，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，谢谢各位。这些剖开来的就是你们所谓的原厂机油芯。他们甚至于连产地都不敢标示出来。风丝流有没有看到？100% Made in Taiwan。风丝流绝对是2轮油芯的杜卡迪。